大的我们扎着吃，小的我们用来打窝。昨天我们通过潜水发现了一条被渔网困住的蛤蟆鱼，由于不敢贸然食用，只能把它放回大海。又在礁石附近成功插到一只龙虾，被我带了回去作为晚餐。现在我们去赶海找些食物。这找了半天什么也没有啊！我还推这么大槽了，哎，海星，这么大的面包海星，我的乖乖，比我头还大，送给你们吧。其实那个海星不能吃，要不然我是不会扔的。这里有个海螺，兄弟们，这种螺是切口螺，肉特别肥美。我们再上前面看看，哎，那是什么？这么大一只龙虾，这最起码也得有20几斤。哎，这里还有一个，这还有一个，不过这明显已经受伤了。这鼻子都臭了。这个还是比较新鲜的。小龙虾我们用来打窝，大龙虾我们炸着吃。用这么大的龙虾做诱饵，能是什么大货？我把鱼头抛入大海。现在我们把龙虾拿回油炸，咱们起锅烧油，咱们下入油锅开炸。终于炸好了，我们尝尝味道。我们先吃龙虾头，再吃龙虾尾。我们把龙虾头掰开，这龙虾头里一点肉也没有啊，是个空壳子。看来只能吃虾尾的肉了。真香！用100斤的大鱼打窝是一种什么体验？昨天由于台风的到来，我们的庇护所遭到了严重的损坏，由于无法居住，只能将它进行拆除并打扫干净。又在寻找食物的同时，发现了一条几10斤重的大鱼，但它却早已腐烂变质，只能将它扔入坑里打窝，等待明天的收获。我在这个地方发现了一片空地，现在我们去搞些组织，重新搭建一个新的庇护所。喊了这么多组织，应该够用了。现在我们开始搭建。我们在这里先挖出深坑，我们利用粗一点组织作为支柱，埋上浮土，固定支柱。我们把竹子削出凹槽，我们利用茅草把它捆扎结实。庇护所的框架我们已经搭建完成，现在我们去把昨天打窝的坑掏了。这浪也太大了，看来掏坑是掏不了了，而且这个坑里一条鱼也没有，诱饵也不见了。哎，我们把鱼被冲到这里来了。这也太臭了！为了防止诱饵丢失，我们给它加个配重。我们把配重捆绑起来，用100斤的大鱼打窝是一种什么体验？我利用这个时间去山上找些食物。这里发现了一棵椰子树，上面长满了椰子。摘了这么多，我们把它带回去。实在是太累了，明天继续完善我们的庇护所。